提到简体字，很多人应该马上都觉得是中共用的文字，但你知道吗？其实台湾人差一点也都要使用简体字，幕后推手居然还是超讨厌中共的蒋介石。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简体字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你平常会使用简体字吗？从学生时期到现在，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写过简体字，有时候甚至连老师上课时候写板书时，都会为了求快而写简体字。但最近几年，明明大家已经越来越少用笔写字了，但用电脑或者手机打字，却还是会常常看到有人使用简体字。也有不少年轻人表示，简体字可以跟更多人沟通，比繁体字好用。对于这样的状况，有些人批评呢，这是被中国文化统战，认为台湾人就应该要使用正体字，不该使用中共推行的残体字。但你知道吗？其实当年蒋介石来台时，也曾经想要在台湾推简体字。简体字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为什么大家都想要推呢？后来又是为什么让台湾选择了和中国使用不同的文字？用简体字会被统战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简体字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觉得瘦版自己还习惯吗？在总长之前呢，我用4个月减重了14公斤，过程中没有节食，反而餐餐吃饱又吃好。现在我跟减重医师宋瑞仁一起推出了外食减重学相关课程，要把我减重不复胖的工具方法分享给你。这堂课程特别适合预算有限又忙碌的外食族，不用依赖贵的水煮餐，不用算热量赤字，更不用痛苦的节食或疯狂运动，只要跟着课程认识影响体重的关键荷尔蒙体质，并且根据体质掌握判断优质外食的方法。你会发现能吃又好吃的东西其实很多，就算你3餐外食或食量很大，也能够欢喜吃照样瘦。现在我跟宋医师一起筹备的外食减重学正式开卖，早鸟优惠49折起，让你最多省下2600元，超级划算。输入我的优惠码再折200元。新年到了，想要改变形象瘦一波的朋友们，就千万别错过啦！到底什么是简体字？现在我们说到简体字通常都以为这是一种中共发明出来的文字，也就是相对于繁体字，笔画比较简单的文字。但其实这种文字并不完全是中共的发明，很久以前的古人就会这样子写字。从文字学的定义来看，简体字单纯只是在说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里面笔画比较简单的那种，像是把礼物写成礼物，过去写成过去等等。像是历史上面真的有国这个古字，和现在用的国呢，真的就是差一点而已。而像是龙的简体写法呢，其实是所谓的草书楷画，也就是说以前本来就有这样子的写法，只是古人通常是在写草书的时候才会这样子写。换句话说，不管是想要偷懒，还是单纯觉得这样子写很好看，古人很早就已经在使用简体字了。而且真的要说起来的话，现在简体字的发明其实也不是中共开始，最早开始推行简体字的人其实是国民党政府。大家从历史课本上面应该都读过，从晚清的时期开始，中国就面对很多的内忧外患。当时有不少的知识分子就认为，中国之所以会比西方国家落后，原因之一就是汉字太难太复杂了，妨碍一般民众接受教育，让教育无法普及。所以为了达成教育普及的目标，包含了大家熟悉的胡适、鲁迅或是傅斯年，都大力的提倡要简化汉字，才能够让中国更进步。像是鲁迅呢，甚至落下狠话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在这样子的潮流之下，民国初年国民党政府上台之后，也很积极的想要推行汉字简化政策，包含了蒋介石本人早期也发表过支持简化汉字的言论。而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搜集跟调查，1935年蒋介石政府正式公布了第一批简化字。当时有些小学跟报章杂志也真的开始使用了这些新颁布的简化字，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所谓的繁体字可能差一点点就要拜拜了。但是在这个政策推出之后呢，有一群人却非常的不开心。因为当时有一派的文人认为汉字是中国文化的精髓，简化汉字就等于是在破坏中国文化 ，bad。而且呢，这一派反对汉字的知识分子很多都大有来头，其中还包含了当时的考试院长 ，A.K. 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戴季陶当时非常强硬反对简体字的推行努力的挡了几次，发现说服不了蒋介石，气到他呢直接请了一波，好几个月都不出席任何的会议，甚至用退党来要挟蒋介石。而在面对这样子巨大的反对压力之后呢，最后蒋介石只好认输，收回了汉字简化的行政命令。不过蒋介石其实并没有完全放弃这个目标撤退到台湾之后，他又决定再来一次。
在国共内战打败仗之后，蒋介石政府退守台湾，但他简化汉字的念头并没有就这样子消失。而且当时在台湾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和地方政府提出说，汉字对那些受日本教育的台湾人和原住民来说实在太难了，为了普及教育和加速汉化，汉字应该要简化一下才对。蒋介石政府也非常认真看待这件事情，后来在教育部还成立了专门研究跟推行简体字的委员会，甚至还一度带到立法院上面讨论。看起来只差临门一脚了，那为什么后来台湾人没有再用简体字呢？答案是因为在台湾的简体字讨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对岸的中国共产党竟然已经抢先一步宣布我们要用简化字喽。而且中共那时候参考的文字范例呢，就是之前蒋介石政府整理的简体字，等于是把当时推到一半的成果整碗端走了。这时蒋介石的态度呢，也直接一个鬼转改口说简化字呢是中共想要破坏中华文化的阴谋，我们中华民国是绝对不用的。从此以后呢，简体字就变成了中共专属的文字，两岸的文字也走向了非常不同的路线。不过对于中共来说，我们现在简体字其实也只是一个半成品而已。其实，在1956年中共最早推行简化字的时候，提出来的第一个版本只有700多个字。当时毛泽东非常不满意觉得应该要更多的减少汉字的数量，才能够更快的达成目标。所以除了字体形象上面的简化呢，还要把不同的字合并起来，整体性的减少汉字的数量跟笔画。因此，到了1964年，中共正式发布了简化字总表，里面大概有2000多个简化字。这些新的简化字里面呢，就出现了很多同音替代或者是类似音替代的文字，比方说谷物会变成谷物，斗牛会变成斗牛等等，让汉字的数量更大量减少。那看起来已经很激进了，但是对于中共来说还是远远不够，因为当时他们终极目标是想要一步一步的把汉字完全废除掉，把中文完全拼音化。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要让中文字也变成像26个英文字母，或是日文50音那样子，可以用小小的几个字母去拼出所有的字词。他们认为这除了能够让教育普及更好推行，也能够去除掉中国文字里面的封建遗毒。不过问题来了，几十年过去，到了2023年，中国的简化字也还是长这样子为什么都没有出现拼音简化字呢？前面有说到，简化汉字的目标之一，就是为了要让一般大众更容易接受教育，不要再当文盲。从中国政府所提供的数据来看，从1950年的扫盲运动到1964年推行简化字，中国的文盲确实快速的减少，文盲比例呢，从原先的80%到了2000年的时候，已经只剩下不到10%。从这些资料来看呢，简化字对于教育普及似乎是真的有不小的帮助。因此，在1977年的时候，中共眼看成果不错，推出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2简字草案，想要让这个汉字简化之路继续的前进。但问题来了，如果教育普及了，文盲也几乎没有了，那么汉字真的还有必要继续简化下去吗？很显然多数的中国人并不这么认为。2简字草案推出之后，引起了很多的反对声浪，觉得呢，现在一般民众好不容易学会读书写字了，怎么又来一波改文字？那这样子不是要让大家重新学一次的意思吗？在这些反对压力之下，最后中国国务院宣布废除2简字，也同时表示今后对于汉字的改革要持谨慎态度。于是当时的简化字呢，就一直沿用到了今天，中途甚至还恢复了几个繁体字的使用。那问题就来了，这表示说只简化到一半的简化字是一种比较糟糕的文字吗？大家可能有听过一种说法，说简体字是比较糟糕的残体字，繁体字才是正体字。这种说法的背后呢，主要是认为繁体字保留了汉字的造字结构跟文化，因此才是正统的文字，而简化字呢，只是残缺的没有文化的文字。不过这边有个问题是，古人其实也会用简体字，难道古人也都没有文化吗？所以呢，又有一种解释是认为应该要区分简体字跟简化字2种不同的概念。中共推动的简化字呢，和历史中自然发展出的简体字不能够相提并论。不过对于这种说法，有些专家学者也不完全认同。他们认为，所谓简体字跟简化字比较像是政治上面的区分，实际上两者能够发挥的功能不见得有差很多。像是大家常说的这个容易产生歧义、外形不好区分等等的问题，对于熟悉的简化字使用者来说，问题也并不大。但无论简化字好或不好，1971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联合国也把所有的中文的官方文件都改为简化字。华人社区比较多的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也都纷纷跟进，在教育系统中教授简化字还有拼音。
到了现在全世界呢只剩下台湾、香港、澳门，还有少数海外的这个华人社群在使用繁体字，整个人口数加起来，连简化字使用人口的1/10都不到。而近几年，因为抖音小红书还有陆剧的流行不少台湾年轻人也开始在使用简化字，这样很多人担心说，再这样下去，繁体字会不会最终被消灭，让台湾被中国文化统战呢？我们在搜集关于简体字资料的时候，发现大家对于简体字有2个立场蛮分明的阵营。一方面，有些人觉得使用简体字只是为了方便，跟什么文化认同并没有关系；但另外一方面的人呢，就认为现在中国呢就是简体字的主要使用者，且简体字就会潜移默化被文化统战。那么认为呢，这个问题好像可以分成工具性跟文化认同2个层次来看。首先谈工具性，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来说呢，字形简化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毕竟人类一直都是偷懒高手，为了好沟通跟学习大多数的语言文化都会很自然的往简化的路前进。因此，对于这些人来说，写简体字呢，通常就只是求一个方便省时间而已，不一定有文化的问题。就像台湾呢，也有一些中国没有在用，只有台湾独有的简体字，像是这些。好像很难说呢，只要用这些简体字就是认同中国或是被统战。不过这也不代表呢，文字就只是一个工具。大部分的专家都会统一说，选择使用什么文字背后有一定的政治跟文化意涵。像是有些大力主张原住民认同、台语认同的族群，也会强调要用台语跟原住民族语的罗马字，透过说话跟书写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独特性。结合这2点来看的话，会发现写同一个简体字的人，不同的人呢，在乎的可能是不同的面向。有没有被统战，可能还是要看他所使用的上下文，他用来传达的资讯是什么等等。直接跳到的用简体字就等于被统战，有可能就有点太快了。不过这也是我们团队自己的看法啦。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怎么看简体字呢？ A 绝对不用用简体字就没有文化。B 偶尔节省时间的时候会用，但能不用就会尽量不用。C 我很常用觉得简体字也很棒啊。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简体字的讨论。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注音符号以及国文课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